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的美光公司被剥夺基础设施采购资质，这只是组合拳的起手式。据环球网5月22号报道目前我国互联网主管部门在对美国美光公司产品进行审查以后做出决定，该公司的产品具有严重的网络安全风险，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禁止用于中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业内人士都非常清楚，美光公司的做派是非常恶劣的。虽然中国是美光的第一大市场，占了它营业份额的10%左右，但是美光在美国内部的政策制定上却一贯对中国采取极其不友好的政策。在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对中国芯片技术进行打压的过程当中，美光公司是上蹿下跳，献计献策，包括长江存储和合肥长兴在内的诸多的中国企业遭到美国政府的制裁以及迫害，美光公司是功不可没。这一次受到中国制裁，被剥夺资质，完全是罪有应得。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在制裁美国企业方面是相当克制的，仅仅制裁了一部分向台湾出口军火的军工企业。对于美光公司呢，现在还谈不上是处罚，仅仅是取消了它的一部分资质。业内人士普遍预测对美光公司更严厉的处罚还在路上。美光遭受处罚，对美国经济的打击要比洛马公司严重的多。洛马在中国大陆没有太多的直接业务，所以这个美国最大的军火商敢于顶着中国政府的压力，继续向台湾提供武器装备，并拒绝向中国缴纳罚款。但是美光公司在中国市场有庞大的利益，我们随便拿一个电商网站都能够搜索到美光公司的产品。外电认为中国市场占了美光公司销售总额的10%左右，但是有很多业内人士认为这个份额是被严重的低估。有很多在华企业是采购了美光公司的产品之后，把它安装到电子产品上，再销售到世界各地的。所以美光受处罚对这家公司所带来的影响绝不是10%的市场份额这么简单。可能有人会质疑目前中国政府仅仅是宣布美光公司没有通过信息安全的认证，仅仅是影响了政府采购合同而已，在民用市场上美光公司还是能够活下去的。这恐怕是把中国的政策效力考虑的太简单了。有业内人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著名的思科公司。熟悉信息电子产品的人都知道，思科公司曾经占据了全球网络设备的头把金交椅。思科同样是为了打压中国网络设备制造商的崛起，积极要求美国政府对华为等中国厂商进行制裁。早在2003年，思科就起诉华为，要求华为放弃高端路由器研发。美国在政府采购中呢，把华为排除在外，思科公司出力那也是不少中国政府在一开始并没有立刻做出反应，但是随着国产网络设备的成熟，在斯诺登事件爆发之后，中国政府要求核心网络设备必须全部国产化。实际上，思科是确实在自己的设备里面给美国情报机构留了后门的，对中国的网络安全危害巨大。从那以后，思科公司在中国网络设备市场上的市场占有率发生了断崖式的下跌，现在基本上降为零。在中国的任何一个采购平台上，你再也找不到思科的产品了。不但如此，中国企业开始大规模进军国际市场，去海外与思科争夺占有率。现在华为才是全球第一大网络设备的供应商。在美光公司的业务领域里面情况是一样的。这家公司主要是生产各种类型的存储器。现在国内多家企业已经突破了大规模生产的瓶颈，我们从很多电商网站上都可以看到，国产化的内存固态硬盘已经成为主流，还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降价。所以中国政府对于这些吃饭砸锅、吃肉骂娘的反华厂商，采取的是组合拳战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让他彻底趴下。从某种角度上说呢，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进步是美国政府和这些反华厂商一起给逼出来的。没有他们的高价剥削和疯狂的打压，我们的进步速度可能还没有那么快。想当年呢，老人家在核武器取得突破之后，开玩笑说要给赫鲁晓夫发一个1吨重的勋章。将来到我们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取得完全突破之后，我看呢，也可以给特朗普和拜登一人发一个大勋章。好，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